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张启凯委员、陈凤馨小姐、赖士葆委员、刘彩薇议员、林佩祥委员。好，美国跟中国他们在马来西亚又进行了一轮谈判哈。好像双方都觉得不错，主要是为了川习会铺路了哈。那中方说会买美国的黄豆而且呢，本来要管制稀土呢，再推1年不好意思取消嘛。那美国也是搞这个3个月关税，再延长3个月再延长3个月那就不加那个100%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所以呢，贸易战休兵延长川普很乐观那说呢，替了川普建立一个正面的架构就把架构建立起来。不过他们都很怕，他们还说最后要怎么样，还是川普决定我们都只替他铺路而已而且不是要科100%的关税吗？现在不科了，哎呀，那个讲而已了那不过，但你科100%是跟科1000%也没差别了因为那就你100%还科什么，对不对？那就不要卖了嘛其实就这样，所以一直也没实施，只是说要预备这样那大陆代表说，他们谈呢芬太尼，还有呢，美国不是什么只要中国做的船中国货去，或是中国做的船，外国人买中国的船运了货去，美国都要科什么每吨科所谓叫船舶费、港口费了所以呢，说他们已经有初步共识了你不科我不科你那另外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黄豆我也是黄豆农户他大概也是这个家里了可能以前也种黄豆，所以呢，农民的痛我懂，农民现在卖不掉了，黄豆仓库还爆炸了那另外呢，川普什么时候会访问中国大陆呢？说可能是农历年，明年的农历年前去中国大陆。我们先看一下他们这先期的谈判谈得怎样。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面带微笑，还向记者挥了挥手。历经2天在吉隆坡的中美第5轮贸易磋商，双方证实在多项议题上达到初步共识。出口管制议题、对等关税进一步更长时间展期问题、芬太尼关税和芬太尼禁毒合作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会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法相对具体。他松口，大陆将暂缓稀土出口管制1年，同时恢复购买美国大豆，因此美方也不会对大陆加征100%的关税。And I think we've reached a substantial framework for the 2 leaders who will meet in Korea next Thursday. 不过这只是贸易框架，一切有待可能登场的川习会后才会有定案。至于会中有没有谈到台湾，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没有纳入，但贝森特松口，川习会讨论川普的全球和平计划。美中贸易释出正面讯号，雅股周一开红盘，日经225指数首次突破5万点大关，南韩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也一度冲到4021点，同样改写新高。Stock futures are trading higher after U.S. and Chinese officials agreed on that framework for a trade deal. 值得留意的是，大陆贸易代表宣称，谈判过程美方态度强硬，中方也坚定维护利益。美中看似谈和，但未来似乎也有变数。好吧，双方都说自己很坚定绝不妥协不过呢，这个因为川普跟习近平可能在30号在南韩要见面了所以总要铺陈一下来，凤馨怎么看？我认为这一次的谈判可能比我们所认为还好的还要来得好。其实呢，它算得上是中美贸易战一次很重要的休兵，或者是停火，或者是停战协议。当然，你说要到和平协议，那还早得很那但是呢，至少是一次这个休止符，算是一次很重要的停火停战。其实，有的时候你看那个成果当然因为细节的部分一定是等川习会结束了之后，才有可能更清楚的知道。但是你去对照美国的贝森特跟中国大陆的李成钢他们所叙述的重点，我这边可以整理出来，大概会有一些结果第一个 TikTok， 因为上次就已经谈了嘛，那这一次呢，可能就是让川习再做一次这个协议上面的一个签署。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呢，稀土的管制，可请注意是10月份的管制，因为4月份的管制仍旧到至今还在存在，但是10月份是更进一步的管制，那牵涉到海外的这个常备管辖这件事情。10月的管制这个部分呢，可能会延长1年，但是换的是什么呢？
美国那个时候不是根据301条款，然后对于中国制的船舶到美国的港口都要收特别的港口的这个船舶费用，那这个费用其实对中国大陆的造船业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所以看起来呢，这个部分李成钢特别提到说有关于这个收费的这个措施，所以呢，两边就暂时的休战，一边是港口费，然后另外一边是稀土。另外呢，特别提到了芬太尼。那么，在这个中美谈完了之后呢，美国这边有一个消息，就是他的 FBI 的局长下个月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那这很明显的就是为了芬太尼的禁毒很多的细节，双方之间呢要对勾，而牵涉到的就是芬太尼关税是20%，所以呢，这边的芬太尼，然后那边的降关税是20%的降关税，还有其他的出口管制议题。那这些其他的出口管制议题可能是一些什么细节？因为从9月到现在，美国的商务部其实又推了很多的一些管制，就是一点点的管制。那这些管制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其实我们也很值得注意。再来一个，其实就是大豆。其实，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呢，我大概就已经可以预判中国大陆一定会买美国的大豆。理由很简单，就在周末的时候，就上个礼拜4，那么中国大陆的黄豆贸易协会特别发了一个新闻稿，就说啊，现在巴西的那个大豆价格已经拉得太高了。那每普氏黄豆的计算的这个单位呢是每普氏尔，就体积，每普氏尔的黄豆呢，巴西是2.7到2.8美元，然后呢，美国现在才1.7美元，那差了60%啊，所以他们说他们先短期之内暂时不跟巴西买大豆了哈。那你说巴西为什么要抬高价钱？他不是愿意卖大豆给中国大陆吗？这道理很简单，因为大豆、黄豆其实呢，它是秋收的农产品。北半球现在是秋末冬初，可是南半球那是春末夏初，所以对于南半球来讲，大豆现在在撒种啊。所以明年的3月、4月才会大丰收，所以明年大丰收再去跟巴西买，而现在做季节调整的话呢，其实刚好在这个时候拿来作为议题。那这一次的大豆协会特别提了一点，他说他们可以按照库存继续的使用，等到明年这个巴西的丰收季。可是呢，他也提到说，12月、1月可以买大概800万到900万吨的大豆，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在释放讯息。就大豆这件事情，其实是容易的造成双赢。不过我特别想要提一点的是因为我这2天呢，我就把中美的贸易战一些最新的评论你拿出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川普4月开始的对等关税对全世界的攻击的结果。那么如果按照经济学人，还有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布兰特，还有呢这一个就是日经新闻跟华尔街日报，其实他们的结论就是中国赢了。赢了什么呢？赢了就是他们的弹性，然后赢的呢就是它的反制，然后呢赢了话语权，然后更重要的是赢得了全球贸易格局重整的主导权。这里面其实经济学人可能是讲的最凶悍的，说中国利用美国贸易武器击败美国，这是一篇文章。另外一篇文章说，为什么中国正在赢得贸易战？日经新闻呢是说，美国呢贸易战上面打的是德州扑克，所以呢，我也看不到你的牌，你也看不到我的牌，我就用喊价的方式，我就用威胁的方式，我就用恐吓的方式。可是中国大陆下的是围棋，那这就使得呢，中国大陆它的贸易战就变成需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看到说，它所拥有的武器远比美国要来得多，所以这是一个停战，而并不是一个和平协议。我要注意的是，接下来礼拜4应该会谈到台湾议题，因为这是川普主动提的。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呢，被问到说会不会谈台湾，他说我们礼拜5、礼拜6、礼拜天完全没有谈台湾，当然贸易协议当然不会谈台湾。他说，但是川普跟习近平见面，那就说不准了。好，那么川普呢，在这个马来西亚下机高兴，还跳蹦蹦跳跳，他是非常不是传统的政治人物，传统政治人物哇，人家拿了国旗在那边迎接你知道正经这正经800的这样这个阅兵啊、教阅啊但是他不是他也跟着跳
那他说美中谈判迈向协议的最后细节，大概他也对这个谈判觉得很乐观哈。所以呢，这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说，川普贸易也想谈定，和平也想搞定，所以呢，主要还是看北京要不要啊。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他是这个抗中非常厉害的极右派，他表态说美国不会把台湾抛弃换贸易我觉得也不会了哈。那因为川普是讲交易的，台湾如果要抛弃，你要有多大的利益才可能啊？那现在道路也不可能给他那么大的利益啦。我们看一下川普这个下飞机的情况。空军1号抵达马来西亚，美国总统川普一下飞机，心情看来不错。直接和迎宾舞者跳起来，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在旁边帮忙鼓掌。美式热情还没完，川普再走向另一边，拿起两国国旗，跟随节奏挥舞。川普这一趟出席东协峰会，时隔26年，成员国再加1。We saved maybe millions of lives on this one peace deal. 同样在马来西亚进行的美洲贸易谈判第2天，也传来捷报。I think we're moving forward to the final details of the type of agreement that the leaders can review and decide if they want to conclude together. 美国贸易代表透露，协议进展已经是两国元首可以签署的程度。美国预期，川普和习近平周4在南韩会面将富有成效。来，别讲。刚刚凤馨姐讲的那一个有关中国在下围棋，然后美国在下这个 poker， 那这个其实讲的人，我记得最新的最明显是有个叫 Jeffrey Sachs。那 Jeffrey Sachs 他这个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同时之间他也是联合国我记得是 SDG 网络的主席。那他的专长是在于针对全球的全球的贫困，还有关全球的经济政策。不过他讲出来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因为他不是只有讲中国，他讲说中国下的是围棋，美国打的是扑克，而俄国打的是西洋棋，所以说三个的决策模式都不一样。在扑克，如果大家有打过扑克人知道，扑克里面你可以说谎，你可以 bluff。那可是扑克也有另外2点不太同。第一个是说，他马上就要看到结果，所以他是一排又一排在打，跟我们的民主政治有点像，每4年或每2年就要选一次举。另外一方面，它是个非常有时间限制的，跟我们民主政治是完全一样，就是它时间限制里面你一定要修出成果出来，不然你可能就被淘汰掉。但是在于为什么说他说中国是打围棋呢？因为围棋是看全局，是看长期的路线，而且围棋来讲，你有赢一子木2子木，你不是全部不是龟瓜 take， 不是赢者全拿。所以这一点回到我们今天中美贸易战或中美即将谈判的时候，从美国的观点来讲，他们必须想尽办法说我们赢了。他们必须想尽办法说我们是胜利的，因为他们要表示说他们在谈判中胜利之外，而且他们还在全球拥有一定程度的控制。目前来讲，他们最不希望发生事情的就是在亚洲，世界上4大火药库——加萨走廊、俄乌、台海，还有北韩、南韩。那目前来讲，加萨走廊跟俄乌，他们目前还是无法解决的状况，至少短期之间无法解决的时候，他们万万不希望台海跟南韩、北韩之间发生事情。而我们要另外看到，还剩下373天，美国的期中选举就要开始了。那川普必须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他一如以前一样，一如往常的强人政治。我赢了，我出去，美国就会再次伟大。我出去代表美国的胜利。所以他在这方面来讲，不只是川普，连中国他们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行销跟做广告。但是在民主政治里面，行销跟广告是绝对或不可缺的因素。不过以中国来讲，它可能是算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成分居多。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现在做的就是他们坚定他们自己的立场，然后他们其实针对川普这个关税战，他们已经准备了4年。在上一届川普当总统的时候，他们就曾经要威胁用关税来做反制手段的时候，中国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慢慢在做所有的准备。而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国现在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内化
深化，而且他们自己的本身的成长。所以说，我认同凤馨姐刚刚讲的，暂时性的他们会cool down，可是以川普的个性，他万然不会就直接结束，因为对他来讲，这关税这个武器太好用了，他舍不得放弃。而且他变来变去了，反正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讲好了，明天又变了，所以他反正花样很多了哈。那不过我看到那个安华是有很多感慨的哦，安华很多年了，就听到安华哈，曾经当过副总理哈，然后被他关起来啊，被他的对手关起来，说他是同性恋，因为你知道这种穆斯林国家同性恋是很严重的哈，父子反目哦，然后呢这个把他关起来哈，然后虐待他，然后给他各种罪名啊，现在又翻身变成马来西亚总理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川习会啊，马上要见面了，30号啊，央视说有好几架歼10轰6K 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训练，这什么意思？是给台湾看还是给川普看啊？那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啊，它甚至能够俯瞰台湾的海岸线啊，台湾海岸线很美的啊。如果你坐飞机到花莲啊，到台东啊，你看那个沿海哇，东海岸。非常漂亮，那个沿海哇，那个海浪这样拍上来，那个沿岸嘛非常漂亮哈。那所以呢，他们呢从飞机上也看到台湾的海岸线啊。那另外呢说呢，他们在台湾周边干嘛呢？模拟对抗训练。哦，换句话说呢，如果他们过来啊，台湾出动飞机哦，战斗机呢要跟他们对抗哦，因为轰炸机来，轰炸机通常都有战斗机在旁边先保卫了哦，否则的话呢，你战斗起来，那他怎么跟你对抗？哦，模拟哦，而且还投弹画面曝光了哈，把炸弹投下来。那另外大陆有一个卫星叫吉林1号，哦，他去照美军基地，哦，把美军照得一清二楚哦。他不但呢有高清的画面呢，他把这个台北啊、竹科啊，哦，都看到了。然后呢，大陆媒体说都属中国。这个逻辑是不通了，你卫星拍到，那我还拍到美国呢，那美国也是属于我们哈，这是反正他爱讲怎么讲，就是说他看得很清楚，意思是说呢，你们不要每天什么保密啊，什么军事重地禁止摄影啊，禁止什么绘图啊，有没有？常常在那个军事基地旁边都看到，那卫星都看得清清楚楚嘛，我们看一下。26号晚上8点半，共军在释出最新对台施压影片，声称多架轰6K 战机赴台岛周边海空域展开模拟对抗训练。我们在云端俯瞰台湾的海岸线清晰可辨，用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配音强调能清晰看到台湾海岸线，没具体说轰6K 飞到哪，但画面显示共机经过大楼林立的市区，还穿插了战机投弹、炸弹落下后在地面上爆炸的影像。身处军事斗争一线，我们坚持立足复杂困难条件，不断加强全要素、成体系、实案化训练。针对共军扰台宣传和行动，国防部强调都有掌握。25号上午6点到27号上午6点。共侦获共机12架次，共建14艘在台海周边活动。国军运用任务机、暗制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大陆官方除了再次用战机训练画面扰台，还公布吉林1号卫星拍摄的多组台湾高清地形图照片，当中包括可以清楚看到中正纪念堂的台北市区、台北港、新竹科学园区以及阿里山日月潭，最南到鹅銮鼻恒春半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将10月25号定为台湾光复纪念日，紧接着当天官方又公布台湾高清卫星照，涵盖多个敏感地区，外界解读具有相当的挑衅意味。好，来齐凯，川普跟习近平马上就会要会面，现在两边都在出牌了。那这个中国大陆那边现在那么多的这个共机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周遭开始在做这个空域的这个训练，还是对抗训练呢，还俯瞰我们整个海岸线。他那是在画红线啊，不是只有给台湾看，他也要给川普看。那两边现在等于是在开始见面之前先出牌。刚刚凤馨说，他对这个美中谈判可能比还好还要好。我要提醒的是，会不会对台湾不好？对美中可能都是好的。大国在博弈啊，他们一定是什么有给有拿嘛。那美国财政部长出来讲什么啊？中国会暂缓什么管制稀土？晚一年，对不对？然后呢，要买他们这个大豆，看起来都是美国拿了。那中国大陆到底要什么？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台湾会不会被端上这个餐桌上来谈？
国际上这个政治是非常现实的，你没办法上谈判桌，你可能就变成上面的菜单。这次川普跟习近平。川普已经讲了，一定会谈到台湾的这个议题。我一直在提醒这个事情。川普一直对美中的这个贸易，他非常非常重视。他对于要去访问中国大陆也是非常非常在意。我们会不会在菜单上面到底现在已经确定了是要谈的？那我们到底做好本身的这个防卫跟注意这个关注没有？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特别要提醒了，这段时间川普为了拉近跟习近平这个关系，促成两边这个谈。第一个。他们本来要给我们的这个不是金售哦，是要援助我们的金元哦，4亿美金，120亿，马上就已经喊停了。我们的赖清德本来要过境纽约的，也喊停了。这几天更出现一个很特别的哦，大家有没有注意？这段时间美国很多媒体开始出现大量可能对赖清德不好的，连时代杂志 Time 上面都有专文，直接讲我们的赖清德是鲁莽的领导人，让台湾变成全球危险的热点。这不就是当初？陈水扁要下台的时候，下台前美国怎么整他的？也是透过媒体啊，说他是麻烦制造者啊。而且这段时间对赖清德不利的这个言论，在美国的这个媒体面一直在出现哦。其实包括彭博社也讲嘛，就说包括什么赖清德这整个团队啊，国安团队啊，跟外交团队，跟这个整个川普这个团队是接不上的。他们反而跟以前蔡英文留下来的哈，都跟民主党、跟拜登这种团队还是一直眉来眼去，或者说只是勾得很紧，弄到后来连川普都不高兴了。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一方面我们要好好去关注，不是只有美国好或者中国大陆好，到底这次台湾会谈到台湾。我们台湾会不会变成是被吸注意？而且特别注意这段时间赖清德总统的那个冲撞，连美国这个专文都讲了，你是一个鲁莽的领导人。可是你看我们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的外交体系出来抗议，连我觉得最压抑的，连吴钊燮竟然火上加油，一共你美国那些人是怎么样，多可悲才无视于中国这个挑衅，你应该出来灭火啊！你要么去把写专文找来，或者多做一些沟通，让美国人是可以安心，对不对？结果你不是，你现在火上加油，你要去激怒一些美国的这个友人，对台湾好吗？所以我拜托一下，为了台湾的安全，不是只有赖清德不要再鲁莽了，请外交部国安体系自己要冷静下来，怎么做才是对台湾的安全能够做到最好？没事，宝兄。其实我就在前几天呢，去外交委员会啊，问了林佳龙部长，因为他的报告里面特别提啊，说现在台湾对世界啊。是从原来的叫价值外交，从台湾价值，什么叫价值？台湾的民主，台湾的自由，输出跟外面来结交朋友，要升级为价值外交。什么叫价值外交 ？Value added， 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利益外交嘛，就讲钱嘛 ，money talk 嘛，就很清楚看得到啊。现在来说的话，而且你可以看哦，我们台湾跟美国，我们的关税谈判。到目前为止，在此刻还没定案哦，20%叠加，就是原来的关税，比如说原来关税是5%加20%，所以你可以看到啊，现在一方面这很吊诡的啦哈，这一次来讲的话，中美的什么贸易框架暂时settle down稳定下来之后，今天的亚股全部都涨，台湾的股市啊最高我看涨到600多点，2万对，最高是600多点啊，那台积电这个涨了40几块啊，就一张就赚了这个4万多啊什么之类的，哇，非常好啊，一片这么好。可是你注意看到哦，其他的传统产业苦哈哈的，就跌了一堆啊，你就发现到说什么，我们的这个无薪假的人数也在创新高，一个个上来，就是什么，就是说那个20%叠加对传统产业其实是非常伤的。这一部分一直没有解决。好了，多少的人就讲说，台湾因为要看中美的贸易的谈判的结果，一定谈了结果之后才有台湾。那惨了呢？刚才我们主持人讲到了，这个川普跟习近平最后真的确定要到明年的农历年呢。那这段时间都这样子一直很惨哦。那变成是而且这个我也问过我们的经济部长，他是讲确定了，几乎确定。我们就在这个中美的贸易框架确定之后，中美谈判以后，台美的关税才会确定。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麻烦啊，非常的麻烦。而现在来看的话，大陆一方面这个 APEC 之前，你看这么多的这个有轰炸机、战斗机出来，什么意思？宣扬主权啊，让川普说，这个话嘞，我要巡视我的主权啊，什么之类的啊。你发现我们的国军、我们的战机没有上来，我们的国防部没什么回应，没什么反应，奇怪的，那任由这个
中国大陆的战机、飞机这样子来绕，你可以看到，当赖清德一步一步的挑衅中国大陆的时候，而且先说这个两岸的交流，现在连公务员要管制，连这个老师管制，还有这其他人要管制，他一步一步的先说的结果是两岸越加的紧张，其实大家都在看美国态度是什么。川普到现在为止没有讲过说台湾有事就是美国有事，没有，也没有像拜登说台湾如果有事我们要出兵，没有。所以这个就台湾来讲，你不能怪台湾。其实台湾现在以美论的比例是越来越高的，原来大概40%左右，一直高，现在一直往上，大家会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我们买200亿美金的武器还没有交哦。现在顾立雄部长前几天在国防委员会还说了，我们要变特别预算，还要继续买特别预算，就1兆，超过1兆，有人说1兆3000亿，有人说1兆分7年，1年就是1000多亿的这个新台币。好，这些的钱通通是举来的，也就是我们已经买了200多亿美金，大概6000亿台币的武器没有交之外，我们要继续买什么？因为川普第2任上台到现在，没有批准过一批的武器要卖给台湾。休息一下再回来。